在话题开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背景。星际争霸，或者我们通常指的是它的资料片《星际争霸：母巢之战》。自1998年发售后，直到今天，《星际争霸》常年占据韩国最受欢迎游戏排行榜的前10名中。这一点从他们的直播平台在线观看人数就可以看出。截止到2007年，《星际争霸》已卖出950万份，其中单韩国一个市场就卖出了450万份。而当时韩国的人口也仅仅4900万左右，意味着平均每11个人就有1个人购买了星际争霸。为什么特别提到韩国？因为韩国有着最成熟的电子竞技职业化体系，以及最高的星际争霸竞技水平。네.2004年，在韩国广安里海滩举办的 SPL 决赛，更是创造了电竞史上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的纪录，达到了10万人之多。此外，我们可以把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的星际争霸项目作为参考。截止到2010年，星际争霸最后一次出现在该项比赛中，韩国包揽了所有冠军。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997年，这年的年底，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强国韩国也未能幸免，大量民众失业在家。次年3月，星际争霸正式发行，12月，母巢之战发行。这款游戏迅速占据了韩国民众的闲暇时间。1999年7月，韩国政府开始筹备建立职业游戏协会。很快，第2年，作为韩国文化部的一部分，韩国电子竞技协会成立，承担着管理电竞选手、规范电竞产业的职责。至此，韩国电子竞技职业化体系正式成型。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稳定下来的3大职业联赛包括2项个人赛 OSL、MSL 和1项战队赛 SPL。 甚至在2004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亲自接见 Boxer， 当时的明星星际选手。2017年，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文在寅还为竞选拉票制作了一张星际地图。在这样的环境下，直到今日，韩国在星际争霸上的竞技水平一直远远甩开其他国家。자, 포격을 맞아줄. 예. 야, 이게 참. 차단 지금 가고 있고요. 네. 결국은 떨구면서 다크섬이에요. 떨구면 다크섬 계속 쳐줘야 돼요. 네. 어차피 피해를 그렇죠, 많을 수밖에 그렇죠. 없습니다. 네. 적으로 피해 많을 수밖에 없어요. 그럼 강해야 하는 거거든요. 패시브 매트릭스에다가 네. 정말 공격과 다 들어가요. 데미지 다 들어가요. 공격과 방어가 정말 일치월장입니다. 양 선수 모두 다. 자, 여기서 뚫어내야 됩니다. 여기서 센터 들게 만들어야 돼요. 공격감을 심어줘야 됩니다. 김명훈. 근데 못 들었어요. 然而2012年，随着星际2的发售以及假赛风波的影响，职业联赛转向星际2。最终，一部分选手选择留下，转型星际2，另一部分选择退役，自谋生路。这期间，星际在韩国的人气大幅下降，网吧占有率也前所未有的跌出了前10。
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直播行业的兴起，退役的星际选手也纷纷回归，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又相对体面、收入还不低的职业。这批选手直到今天依旧代表了最高的竞技水平，完成了从职业选手到职业主播的转变。为了表述方便，以后没有特别说明的话，我们统一称呼他们为职业选手。要额外说明一下，这里有个例外，一名自称为假解冻的选手，即烧马，因为他是解冻的粉丝。据传言，他大学期间曾与解冻同宿舍，并从解冻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星际的知识。他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打过职业，却在主播时代跻身为最高水平梯队的玩家。以后我们提到职业选手，也包括他。2015年，韩国最大的直播平台 Africa TV 宣布举办星际联赛 ASL， 这也成为后来公认最正统、最有含金量的星际比赛。2017年，星际争霸重制版发售。这一系列事件重新将星际在韩国的热度拉高，并从此超过了星际2。正因如此，谈星际是没有办法绕开韩国的。本频道以后关于星际的所有话题也将围绕韩国星际展开。背景介绍就到这里，开始今天的正题。我们先看一段选手的第一视角，直观感受一下。怎么样？是不是眼花缭乱？有注意到这个数字吗？它代表每分钟操作数。300 APM 的手速代表每秒钟的操作就达到了5次。这一点，没接触过类似游戏或者演奏过乐器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早在17年前，我把这个视频拿给一个朋友看，他的反应是这不可能是人类操作出来的。不过后来他也正因此而沉迷，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星际发售之时，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游戏内部的很多机制和算法不够成熟，因此需要玩家手动去做大量操作。星际重制版为了保留原有的竞技性，也将这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新接触这款游戏的玩家，手速在40至60之间。初步熟练热键和编队的玩家，手速在100至150之间，手速150至180就可以算入门了。而180以上就足够达到天梯 S 级别了。以上都是个人看法，仅仅作为参考。实际上，很多职业选手都演示过，
单手130左右就可以轻松战胜天梯 S 级别的玩家了。当然，这个手速你想去参加比赛取得名次，可能还是有些压力。作为参考，韩国职业选手当中手速最低的那一批大约是250到300，这个范围的手速看起来大致是这样。350至400的手速是这样。操作速度只是基础，操作质量与大局判断才是这款游戏最核心的部分。我已经见过太多手速300-400，但水平在天梯 C 级以下的玩家。记得大约20年前，星际界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开局可以做到4个农民采4个矿的，那肯定是顶尖高手。4个农民采1个矿的都是菜鸡，2个矿的算入门。很多高手也只能做到采3个矿。时过境迁，这句话在当下已经不再适用。现在对于开局采矿的要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把4个农民分开了。随着比赛地图的制作越来越标准化，对于各地图各点位采矿效率的平衡性要求也越来越高，矿的摆放位置也逐渐固定。因此，对于玩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4个农民分配到采矿效率最高的特定的4块矿上，并且要调整到最高效的位置和朝向去采集。在游戏初期，随着采集的进行，还需要不断的操作以优化采集效率，就为了能够在开局领先那么3-5秒的时间。Roger that. Reporting for duty. Yes, sir. I read you. Orders, Captain. Roger that. Orders, Captain. Orders, Captain. 星际界还有一句调侃的话：星际玩家不需要视力。什么意思呢？星际对抗有一个非常反人类的特点，人类的大脑是更加适应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的，但在游戏对抗中，你会被强迫思考如何同时处理多个屏幕中发生的不同事情。比如，最基础的是兼顾前线侦察和家中运营发展。파일런이 더 필요합니다. 아군 전설이 교전 중입니다. 미네
부족합니다. 내 목숨을 아유해. 아군 전사의 교전 중입니다. 제하우스 棘手一点的情况是，你需要进攻骚扰的同时兼顾好防守，另外还得抽出精力去运营。最难处理的大概就是你正忙于前线操作，小地图上自己家的位置突然出现小红点，这时候需要你立马切过去处理。如果你反应慢了，或者干脆没看到，后果就是这样。 或者这样。 업그레이드 완료. 아군 전사들이 교전 중입니다. 아군 전사들이 교전 중입니다. 내가 필요한가? 명령입니다. 송신 바람. 내 목숨을 아유해. 아군 전사들이 교전 중입니다. 알라소스 사칼라타스 아군 전사들이 교전 중입니다. 사칼라타스曾经有段时间我非常苦恼，为什么职业选手大多数时候都能捕捉到这些，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后来有段时间练得多了，多自己吃亏，到特定时间点就会时不时去关注小地图的某些区域，例如切回家造完一轮兵就去看一眼，在小地图上控完兵再去看一眼。保持练习量的前提下，会逐渐养成习惯。当然，
大多数玩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练，那这个就没办法了。以上都是操作层面，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大局判断的一些细节。星际的另一大难点就是你必须在维持高强度操作和专注度的情况下，还能有清醒的意识。你需要决定自己接下来的选择，以及预测对方可能的动作。多数情况下，你可以依靠下意识的反应，但这并不总是有效。比如，如果你没有养成撒雷达看农民数量的习惯，啊西吧呀！或者打完一波，对方正面只剩一个龙骑和一个金甲，以及劫后援的几个龙骑了。我相信这时候几乎所有人族都会马上往前推，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这样。如果我们在上帝视角仔细分析的话，自己大部分坦克都是半血，对方还保留了2个运输机。如果这时候对方后续都是插兵，配合劫后援的若干龙骑和一个金甲，所有坦克就这么收起平推的风险其实还是挺高的。这时候更好的选择是坦克回撤，与后续雷车一起先吃掉或者赶走后援部队，再看情况决定接下来怎么打。当然这些都是马后炮，实战中很难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如果过于保守，贸然撤退，也可能会延误战机。有了操作和大局依然不够，想要在比赛中出成绩，防守或应对总是很被动的，很容易吃亏。比赛中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掌握主动权，甚至通过欺骗对手来获得先机。比如，通常情况下，虫族2本后都会先选择飞龙科技，人族也通常会默认这一点来打。但是虫族可以这样欺骗，那么结果如何？他骗到了吗？看看人族的视角。很明显骗到了，甚至我记得在星际直播刚兴起的年代，还有更绝的欺骗方式。
那会儿 ZVT 流行3基地2本，通常情况下，虫族在龙塔完成之前留出9只幼虫，龙塔好的瞬间同时点下9条龙。当时 Killer 是龙塔好的瞬间点6条刺石和3个农民，因此即使你计算好了时间，萨雷达看到龙塔和刺石巢穴以及9个鼓起的虫卵，一时也很难判断到底是飞龙还是 Lurker。 相关的视频已经找不到了，请大家见谅。很难在这样一个短短的视频中让所有人都感受到星际争霸的魅力。下一期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本频道的主题和粗略的打算。这期就先到这里吧，谢谢大家。